Hello，大家好。今天呢，我想用一种新的方式来做一期 podcast，就是我不出现在镜头前，但是你们仍然可以在视频里看到我对比较重要的词汇的英文解释。你们也仍然可以打开汉语和英文字幕。我之前也做过几个 podcast，但是都不是很受欢迎。我不知道是因为内容的缘故呢，还是你们比较喜欢看到我的脸出现在镜头前呢？不管怎么样，我想试试看这种新的方式。上个星期2月14号是情人节，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对于某人想给我买芝士蛋糕的想法，我也没有太多的共鸣。共鸣这个词原来是用来描述一种物理现象的，指的是发生器频率和外来声音的频率相同的时候产生共振而发出声音。后来这个词用来表示因为别人的某种情绪情感，或者是某件事物表达的情绪情感而引起的相同的情绪和情感。我们经常说产生共鸣或者引起共鸣。比如说，《繁花》这部电视剧引起了很多上海人的共鸣，或者《繁花》这部电视剧让很多上海人产生了共鸣。意思呢，就是说，《繁花》这部电视剧讲的内容、拍的画面都非常真实，在上海生活的人都能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产生共鸣。再比如，我说我很喜欢李宗盛的歌，因为他的歌总是能让我产生共鸣。那回到我最开始说的那句话，对于某人想给我买芝士蛋糕的想法，我没有太多的共鸣。意思呢，就是某人觉得在情人节送花送蛋糕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是一件可以表达爱意的事情。但是我并没有太多感觉，所以产生不了共鸣，就是我的想法和他不太一样。这其实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大不了的事情，如果你形容一件事情不是大不了的，或者没什么大不了的，意思呢，就是这件事情不重要，不会引起什么后果，是一件小事。你可以说，这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情，或者这件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情人节送不送蛋糕、礼物，对我来说不是大不了的事情。不过这件事情让我想到了很多年前，在上心理学课程的时候，接触过一本书，名字叫《爱的5种语言》。这本书是美国作家加里·查普曼写的，在1992年出版。也就是说，距今已经有22年了。在这22年间，这本书被翻译成49种语言，在全球出售超出2000万册。我们可以说，这是一本畅销书。在这本书中，作者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爱有5种语言，其实就是我们可以用5种不同的方式向别人表达爱意。下面我们来看看有哪5种爱的语言呢？
在网络上有一个免费的小测试，可以让你了解自己爱的语言。我把链接放在 description 里面，你们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做一下。我也做了这个测试，在视频的最后，我会告诉大家，在关系中，我最喜欢对方如何表达自己的爱。爱的5种语言，第1种，服务的行为。服务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做一些帮助伴侣的事情，为他提供服务。有些人会因为伴侣给予的服务而体会到被爱的感觉。我觉得我就是这样的人。比如，我会很感激伴侣开车送我去机场，在我很累的时候帮助我做家务，为我做一些我做不到或者我不会的事情，比如说修电脑，在家里安装一些什么东西等等。第2种，身体的接触，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给伴侣拥抱、亲吻或者爱抚。比如有些人就很喜欢在逛街的时候牵着对方的手，或者把手搭在对方的肩上、腰上。在想要安慰对方的时候，抚摸对方的头或者是背，这些举动会让有些人觉得被爱。第3种爱的语言呢，是高质量的时间。高质量的时间就是花时间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和喜欢的人一起完成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约会的时候准时到达约会地点，在一起的时候给对方足够的关注，而不是经常分心去看手机或者回消息等等。比如有些人喜欢和伴侣单独在一起的时刻，即使他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我也喜欢这样互相陪伴的时间，但是我不需要2个人一定要一起做同样的事情。比如说2个人一起去咖啡厅，他看他的书，我看我的书，我觉得这样也很好。第4种，礼物，就是记得重要的日子，为对方准备精心挑选的礼物。即使在平时，也带小礼物给伴侣，表示自己时刻记着对方，或者想要给对方一个小惊喜。第5种爱的语言呢，就是肯定的言辞。简单来说，就是赞美你的伴侣，对他为你所做的事情表示感激。有些人就特别喜欢听到自己的伴侣说“我爱你”，“我为你感到骄傲”，或者“我对你有信心，你一定可以做好”等等。在《爱的5种语言》这本书中，作者指出，我们在亲密关系中需要了解对方讲哪种语言，就是他想要什么。比如一个人觉得在亲密关系中，身体接触是表达爱意的方式，而另一个人觉得语言和思想的交流才最重要。在相处过程中，这2个人可能都会觉得对方没有这么喜欢自己，因为他们说的是不一样的语言。就好像我喜欢苹果，但是你却给我香蕉。我在网络上做了测试，想看看自己更喜欢伴侣对我做什么。这是我的测试结果，礼物是排在最后的。
这挺有趣的，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觉得礼物非常重要。他们会用是不是收到礼物，甚至是礼物的昂贵程度来衡量他们的男朋友是不是爱他们。不过我觉得一个男人愿意为你花钱，也不能代表他就爱你。不过如果一个男人不愿意为你花钱，那又代表什么呢？我觉得还有一种语言也非常的重要，就是双方看待感情的方式。比如说，一个人觉得只要两个人相爱，在一起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形式，比如婚姻。但是另一个人觉得，爱的最终形式就是婚姻。婚姻不仅仅是一张纸，而是一种承诺，一种约定，一种一起生活到老的信心。那么他们两个人说的也是不一样的语言，或者我们说价值观不同。你们是怎么看爱的语言呢？在关系中，你最希望伴侣给予你什么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好了，这个想要为情人节做的视频迟到了那么久。不过，为什么一定要在情人节出一个情人节内容的视频呢？就好像为什么一定要在情人节才买花和巧克力呢？其实和对的人在一起，每天都是情人节。你们觉得呢？非常感谢你们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